首先，我们打开加拿大官网网页 canada.ca， 打开主页后，选择英语或者法语进入，点击移民和公民选项。到达此处是一个引导页面，既有移民签证，也有学习签证。本次视频将以访客签证为例申请，点击 Visit， 点击申请一张访客签证。这里是一个引导页面，告知你步骤以及金额是$100起。步骤分为1、2、3、4。第一步，先准备好所需文件；第二步，网上在线申请；第三步，提交指纹和照片；最后一步，申请通过后邮寄护照。我们先点击第一步，看看所需文件。提问：你为什么要访问加拿大？如果你是游客，请选择第一个；商务第二个；其他请自行辨别。这里罗列的所需文件大约是旅行历史记录可选项，意思是过去10年内的出入境记录和新旧护照。旅行行程计划可选项，机票酒店预订的副本。银行账户账单可选项，显示银行名称以及证明账户是你自己的，账单6个月内的财务详情。身份证明 B 选项，需要提交护照的彩色副本扫描件5476表格。如果你是让人代提交或者家人帮你，那么需要5476表格。5475表授权 IRCC 部门把你的信息给某人分享，可选项一般用于其他人帮你查询状态。5645表 B 选项，每一个满18周岁的人均需完成此表格。未成年子女如果仅仅随同父母其中之一前往加拿大旅行，需要填写签证申请表，并且需要有一份授权信授权父母某一方一个大人的情况下前往加拿大，并且可能需要在入境加拿大的时候出示。点击 Apply 申请。这里问你是要申请加拿大访客签证吗？罗列的选项是这些，如果不是以上对应情况，假设单独一个人前往旅行，单纯旅游，那么选择最后一个。这里点击我了解并且我想要申请。到达这个页面，点击申请一张访客签证。这里有3个选项，分别是自己给自己申请、代表他人申请、自己申请并且也给他人申请。我这里以第一个为例点击。你是否有申请在进程中？我选择 No。 这里告诉你将在14到30个工作日内获得回复。如果你的申请表提交后30个工作日内问询将得不到回复。点击登录或者创建 IRCC 安全账户的按钮。这里有2个选项，大部分人应该选择第一个，第二个是给拥有加拿大银行账户的人使用。如果你没有 GC Key， 那么点击这里创建一个，点击 Sign Up， 点击接受政策，创建一个用户名，这里需要至少8位字符。创建一个密码，至少要有大小写字母且有数字组成，点击继续。这里需要创建安全问题和答案，请记得用笔和纸记下来，因为这里很重要，后续恢复登录会用到很多次。这里输入电子邮箱地址，点击继续，再继续。此时你的电子邮箱会获得一个确认号码，复制并验证，然后点击继续完成。好了，我们创建完成，点击继续。此时我的页面自动弹回了主页，我依次点击进入。此时点击登录 CG Key， 点击确认接受政策，还需要填写表格，填写你的名和姓。我以张三为例，选择偏好语言英语，再次创建安全问题和答案，记得一定要记录下来，后续会用到。到达张三的申请主界面，点击申请前往加拿大。初次申请，我们这里就没有个人参考号码，那么就点击下方的，这里点击访客签证、学习或者工作许可的按钮。这里问你访问的目的，我选择 Visit。 预计停留时间选择少于6个月。选择护照签发国家，中国是 CHN。 你当前居住的国家，我选择 China 中国。这里问你满18周岁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我选择 No。 选择你的出生年月日。这里问你是否以永久居民或者落地移民在加拿大生活过，
大部分人都应该选否，除非你放弃过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这里询问你是否拥有美国绿卡，我选择否。这里询问你的婚姻状态，这里的选项比较多，有事实婚姻、法定已婚等。我以已婚人士为例，选择已婚 married。这里问你前往加拿大目的地的省或者地区，以温哥华为例，那么就选择 BC 省，多伦多则是安大略省。点击下一步，这里告知你有资格获得访客签证，且逗留期低于6个月，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0年。点继续，询问你访问的主要目的，我选择旅游，点击下一步。这里询问你或者你们是否有合法旅行过加拿大，这里的你包含此次如果一同前往加拿大的家庭成员。如果家庭成员中以及你自己本人都没去过加拿大，那么选择否。这里询问你或者你们是否拥有美国签证或者合法旅行过美国，也是包括此次一同旅行的家庭成员。我选择否。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庭成员有美国签证，那么你或者你的家人将会得到简化办理。第一个问题，问你是否在当前居住国家有工作，我选择 yes。第二个问题，询问你在当前居住国家是否有生意，既然有工作了，我就选择了 no。第三个问题，你是否依赖于他人的财务支持，意思就是旅行费谁出的问题，我选择 no， 不依赖他人。第四个问题是问你在过去10年里有没有出国旅行过，我选择 yes。这里询问你是否陪同某一位已经获得加拿大签证或者合法身份的家庭成员一起前往加拿大，这里我选择否。这里是询问你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我这里选择 no。 这里询问你是否有进行过 IRCC 认证部门的医学体检，我选择 no。 这里是问你是否想要给家人提交申请表，我选择否。这里是问你是否要给某人提供访问申请表的权限，如果你是自己填写，那就选择 no。 如果这表格你是给家人填写，那么你可以把家人的申请表授权给你自己的账户，这样方便集中管理多个申请成员的状态。点击下一步。这里询问你在过去10年是否有提交过生物识别、指纹和照片给加拿大，我选择没有。这里问你是否自己付费或者你有豁免付费的情况， 99% 的人都应该选择 yes。 这里问你是否能扫描或者拍照你自己的护照，我选择 yes。 这里告知你是否网络在线支付费用，可以用各类信用卡或者储蓄卡支付，并且支持银联网络，选择 yes。 进入核对页面，核对无误，点击继续，继续点击继续，开始申请。先点击这里下载5257表格，注意你打开的时候可能是在浏览器窗口，请记得先下载，然后记得安装 Adobe 的 Acrobat 软件，这是一款专业的 PDF 阅读器。因为加拿大的申请表有验证功能，所以请用专业 PDF 阅读软件打开。打开后请注意红框，填写红框内的内容，语言选英语，签证选择访客签证，这里输入姓，我输入张 ，give a name， 这里我写3。因为世界上有一些人只有姓没有名字，所以这里没有红框标记，必须填写，所以要注意名字记得填写。是否有过陈永明或者其他名字，我假设其他名字是张2，输入性别，出生年月，出生的国家 China， 出生的城市我这里填写上海，国籍我选择中国，当前居住的国家我选择中国，状态我写公民。这个是问你在过去的5年内是否在其他国家生活超过6个月的情况，我选择 no。 提交申请所在国家是否和居住国家一致，我选择 yes。 这里选择你的婚姻状态，我选择已婚。这里还需要输入结婚登记日期。提交当前的配偶姓名，这里问你是否曾经有过历史婚史，我选择 no。 母语这里虽然提供了不少方言选项，但是我建议选择中文。这里问你是否有能力用英语或者法语交流，我选择英语，当然也可以选择都不会。这里询问你是否参加过英语或者法语的水平测试考试，如果没有参加过类似
雅思等国家承认的英语考试，那么就选择否。填写护照号码、签发国家以及签发日期和到期日期。你是否有身份证号码？我选择是，然后输入身份证号码以及签发国家以及签发日期和到期日期。这里问你是否有美国绿卡，我选择 No。联系信息，填写当前的邮寄地址。我这里以上海南京路123号为例，填写一个。居住地址是否和邮寄地址一致？我这里选择是。访问的目的，我选择旅游。填写计划停留的初始日和结束日。有多少钱可供停留消费？我填写10000+元，请注意此处和你的银行余额合理匹配。填写需要访问的人或者单位，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填写了一个酒店地址。是否有接受过中学后的高等教育？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果勾选 Yes， 那么下方需要填写大学信息。为了方便，我选择 No。填写过去10年内的雇佣信息，从什么时间开始工作，工作的职位、地点以及雇主公司名称等，结束日。填写到填表日期。背景调查信息，是否有肺结核病史？我选择 No。是否有精神疾病史？我选择 No。这里询问你是否在加拿大逾期逗留过，我选择 No。这里询问你是否有过拒签史，包括全球，当然需要填写相关拒签信息。下一个问题是询问你是否申请过加拿大签证，申请过填写是，没有填写否。如果这3个小问题任何一个勾选 Yes， 那么下面必须要填写详细的信息。我这边以申根签证被拒签过，那么就填写在何年何月被申根拒签过。接下来的问题基本都是询问有关犯罪记录的情况，或者参加部队服役以及政治社会团体的情况，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这里是询问你是否同意信息使用，选择 Yes。接下来我们点击验证按钮，验证成功。如果是网上申请，那么不需要打印出来，也不需要签名，后续会有数字签名步骤。把该文档另存为最好保存的时候，文件名后面加个 OK 字样，区分新旧表格。此时我们保存完毕表格，再次进入官网主页，已经超时退出了。输入账户信息和安全问题的答案，点击继续申请表格。此时可以上传 5257E 表格，这里是提交出入境的旅行历史记录，可以用 PDF 文档把多个图片放入再上传，文件大小小于4兆。这个是提交护照信息页的副本，建议扫描件提交。这里是提交雇佣或者教育信息表格，特别提示中国居民必须填写，这个表格需要下载。注意，这里虽然有中文显示，但是请用英语或者法语填写。填写完毕后记得打印，再扫描后上传。这里是提交银行对账单等财务证明，可以接受的有这些列表，请把多个扫描件放入一个 PDF 文档中再上传。这里是提交照片，照片的规格是420×540像素。这里是提交旅行证明文件，提交机票和行程等证明。这里是提交5645表格，下载填写。勾选申请表格，类型是访客。第一栏输入申请人信息，也就是张三，婚姻状态已婚，然后输入配偶姓名和婚姻状态，再输入2人的出生日期和国家，以及当前居住地址以及工作职业。这里有一个选项，询问家庭成员是否和申请人一同前往加拿大，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下面是填写父母或者子女信息，填写完毕后记得打印再签名，记得用黑色墨水打印和签名，然后上传5645表格。这一部分是可选文件，下载该表格是 5257B 表格。这里勾选第一个主申请人，如果是副申请人，那么勾选第二个，输入名字和生日。下面是询问是否部队服役信息，没有就勾选 No。 下面是询问大体就是是否犯罪记录或者社会政治团体成员等，以及政府职位经历等。第8条，这里是询问国际旅行历史。
我选择 Yes， 输入出发日期和结束日期。去过的国家我填写日本为例，地点填写 Osaka 大阪，旅行目的填写旅行，点击验证，验证成功，然后另存为文件，然后再上传 5257B 表格。下方是一个解释性的选项，如果你有需要提供额外更多信息，那么你可以提交解释信和附件。下面显示一共价格是185+元，其中85+元是生物识别费用。确认文件提交正确，开始数字签名步骤。这里是一个同意信息正确选项，数字签名，请勿把姓和名搞错。下面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需要回答。成功，这里依然提示你信息再次确认，点击付款，一共185+元，需要在20分钟内付款。这里可以输入信用卡的信息，输入信用卡卡片上面列印的姓名，注意顺序要和银行卡卡面印制的一致，不同国家印发卡片不同。继续输入卡号、月和年、CVV 码，反正按照卡片所示输入就是正确的。剩下的就是前往附近的签证中心去前往生物识别采集，点击这里可以查询详情。后续等通过申请后，你再邮寄护照。